我叫江度生，是礼部尚书的大小姐，生来自带凶劫。出生就被送入南禅寺，一养18载。寺里不念佛，只教我捉鬼画符。如今师父得知我善缘已到，让我立即下山化缘。人人都笑我是个江湖骗子，可我江度生，度生，度死，度恶，度魂，度苍生。唯独不度没脑子的蠢货。大小姐，府邸到了，老爷与夫人想必已在府中等候。我的儿，我的儿啊！你是娘，我是娘啊！对不起娘，娘许久都没去看过你。你爹和2位兄长因公务外出未归，你妹妹她身子不适，正在房中休息。我的院子在哪？你住的院子在这边。都退下吧，不用跟着了。是。杜生，你是不是在怪我们？若我说不怪，那是谎话。只是我很好奇，为什么这些年你们再也没来看过我，一次都没有？是娘对不住你，只是你妹妹婉晴出生后，身子骨弱的跟小猫似的，3天2头的病，我们寻遍了名医都不见好。后来没办法，去求了护国寺的大师。那大师说你命格孤煞，八字太硬，易冲撞了体弱之人。若与你亲近，婉晴便养不活。娘也是慌了神，才把我忘了。确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，但我不接受。杜生，你一路奔波，一定累了，好好歇息吧。等你爹和兄长们回来，我们再过来看你。进。老奴赵氏，给大小姐请安。老奴是夫人的陪房，如今长着内院人事，夫人心系大小姐，特吩咐老奴拨一批伶俐得力的丫头来伺候您。大小姐，这是婢子们的名册和大致情况，您且随意挑拣，若有不合心意之处，随时可换。3魂7魄，竟只剩最后1魂4魄在勉力支撑。说吧，哪儿来的孤魂野鬼，强占这姑娘的肉身多久了？说吧，哪儿来的孤魂野鬼，强占这姑娘的肉身多久了？
与你何干？去。让我来看看，你这只霸占他人肉身的鬼，长什么模样？嬷嬷，救我！去！你是厨房老李家的儿子吗？是他，那个半月前失足落井的李栓子。天啊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怎么会附在小环身上？难怪觉得小环这几日行事古怪。冥顽不灵，魂系离散，破无望群流，敕令逐。阴阳有序，生死有别。既知生死，为何不入轮回？反要强占他人躯壳，徒增罪业。你不是从寺庙出来的吗？佛家讲究的不就是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？我与小环的事，是我们自己的因果，你凭什么多管闲事？哦，忘记告诉你了。我除了拜在南禅寺住持门下，另还有一位师尊，道号玄七真人。所以，谁告诉你我只是个佛门弟子？福生无量天尊，我乃佛道双修。佛道双修，那你更应该明白情之一字，超越生死。我对小环一见倾心，生前无缘，死后能与她同一个身体长相厮守，有何不可？你既修佛，为何就不能成全我这点心愿，非要赶尽杀绝？成全？你口中的长相厮守，就是抢占他的身躯，磨灭他的意识，让他成为一具承载你私欲的空壳。你说佛家讲慈悲，可惜了我师父教我经文符咒，渡人渡鬼，但独独没教过我要对你这种强占他人躯壳，还自以为情深似海的男子讲慈悲。若有冤屈，去阴司诉说，但占据生者肉身，戕害他人性命，此路不通。大小姐，是老奴失察，让这等污秽之物进了您的身，老奴这就去禀明夫人，再为您仔细挑选一批干净得力的人来。不必，就他吧。是，大小姐仁慈，是老奴狭隘了。老奴先将他安置在厢房，请个郎中瞧瞧，待他身子大好之后，再送来贴身伺候。这些时日，您若有什么吩咐，只管先喊外院的几个3等丫鬟。您看这样可行吗？
面容端正，眉眼间距较宽，山根不低，鼻尖圆润，沉稳持重，无谄媚相，是个忠心护主的。大小姐，可是觉得有何不妥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嬷嬷处事周到，人很好。这个劳烦嬷嬷放在那丫头贴身之处，稳固她离散的魂魄，免得留下病根。是，老奴一定办妥。对了，今日这院里发生的事儿，若是有一个字传了出去，我就只好放几只小鬼，半夜去找你们聊聊天了。不敢不敢，奴婢们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吓唬他们作甚？一群普通人罢了。你吓唬他们作甚？一群普通人罢了。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这人呢，天生一副菩萨心肠，最是慈悲。最爱看的就是别人被吓得花容失色的有趣模样了。真好啊，又回到长陵了。许一说，明日我便去拜访许家。谢谢你。如何？那孩子，他还习惯吗？身边都选了哪些人伺候？回夫人，大小姐性子颇为沉稳，并未多挑，只暂留了一个2等丫鬟在身边使唤。他还是在怪我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不是个好母亲，可当年送走他，我心如刀割，我也是不得已呀。夫人，此法乃是向天借命，此女命格奇特，煞气太重，冲克6亲，唯有置于佛前，以佛法徐徐化解，或可有一线生机。若留在府中，只怕熬不过半月。此女生来便为渡劫，或渡人，或渡己。贫僧便为她取一名渡生，望她能度过此生灾厄，亦能度化他人。去，拿着我的对牌，即刻去请云锦坊的陈师傅来一趟，要他带上最新的料子，给杜生量体裁衣，春夏秋冬的常服、礼服、旗装都多做几套，务必精致合身。再去真龙阁，让他们把新到的赤金点翠头面、洋日白玉镯，但凡精巧贵重的都挑出来，一并送到大小姐那里去。是，夫人。这是府里的规矩，都放仔细些。大小姐，这些都是夫人亲自过目挑选的，您看看是否合心意。衣裳也都是按照您的喜好选的淡雅素净的纹样。可以。还有一事禀报大小姐，老爷和2位少爷都已回府，稍后会移步过来，与您一同用晚膳。是。徐一卓，你说他们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人心是复杂的，尤其是为人父母者，我猜想他们大抵是心怀愧疚。愧疚？既然当初选择了舍弃，如今又何必做出这番情深意重的姿态？是为了让自己心安，
还是演给旁人看？或许是两者皆有。当年送走你是他们迫不得已的选择，而今对你好，或许也是为了填补他们心里那块为了小女儿遗忘你而产生的愧疚。20岁前的死局，唯一的解脱之道。徒儿啊，你的孽缘呸，你的善缘已至，是时候下山了。师父，您给句准话，我这条命究竟还剩多少时间？阿弥陀佛，善缘到了，自会明了。世间万般境遇，皆为修行。下山去，经历便是功德。你在佛前这18年，借着香火愿力，勉强镇住了命格和体内的凶煞。然，此法如滴蓝红，非长久之计。若20岁前寻不到那人，觅不得那唯一的解脱之道，届时纵使佛陀再现，为师也无能为力了。寻到那人后，那解脱之道又是什么？不可说，不能说，不必说。应观法界性，一切依心造。你的路，终须你自己去走。去吧，记住，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诸相非相，即是真相。大小姐，老爷夫人和公子们都过来了。杜生，这是你大哥江之远。妹妹，这是你二哥江之恒。请进。连声招呼都不打，这个妹妹当真好生无礼。杜生，回家了就好。往后若有什么短缺，或是想添置些什么，只管跟你娘说便是。好。杜生，你妹妹她身子还有些不适，怕过了病期给你，今晚就没一起来用膳，改日再让你们姐妹相见。无妨。这些年，家里虽不曾去看你，但每月都给南禅寺送了足够的份礼银钱。你怎么衣着如此？因为我将它们都用于布施行善了。师父说，唯有积累足够功德，或能稍稍压制我这不祥的命格，求得一线生机。这些年，让你独自在寺中清苦，委屈你了。确实。最初那1-2个月，我总是坐在寺庙的山门石阶上，从天蒙蒙亮，一直等到日头西沉，山影吞没最后一道霞光。后来我发现，你们再也不会来了，自然也就不等了。几位慢用，我出去走走，消消食。是我们对不住这孩子，我们欠他太多了。就算我们亏欠在先，他这般态度也太过失礼了。从见面至今，
连一声父兄都不曾唤过。说书唱戏，总要凄惨些，才好引人唏嘘，不是吗？其实，我刚才席间所说，也并不全是假话。凡我所失，终非我有；既非我有，何妨放手？不属于我的，即便曾经得到，也终将失去；而那些真正属于我的，无论绕过多少弯路，最终都会抵达。夫君，我昨日心绪纷乱如麻，忘记与杜生提及婉晴和燕昭的婚事了。明日楚家便会正式登门送聘，此事不能拖。你待会儿便去杜生那儿，与他分说清楚，总要让他有个准备，免得临时知晓，心中更难接受，也与婉晴生出不必要的嫌隙，徒增家宅不宁。这门婚事原是杜生的，可如今偏偏燕昭见与婉晴两情相悦，情根已深，这也是强求不来的缘分。无妨，杜生那孩子瞧着是个明理的，他会理解我们的处境和难处。夫人，大小姐可起身了，我来看看她。回夫人，大小姐她一大早就出门去了。出门？她昨日才从寺里归来，对着长陵人生地不熟，能去哪里？劳烦通传，我想见你们家夫人。请问姑娘您是？你只需带一句话进去。许遗书让我来的。去！我们家大小姐闺名岂是你能随便叫的？她远嫁天水城多年，距此千里之遥，怎会托你前来？莫要在此胡言乱语，速离去！你额交日月交低线，复原早断，应在你5岁那年秋日，与水相关。你眉淡且散，兄弟宫暗淡，应是家中独子。现在可以去通传了吗？小姐，请进。有劳了。恕我眼拙，不知姑娘是哪家的千金，又如何识得我家遗书？晚辈江杜生，劳烦夫人平退左右。现在可以说了吗？许遗如托我带句话，娘，我想回家了。娘，我想回家了。遗书，你记住，天水路远，人心叵测。倘若有一天你真的后悔了，你就找人给娘捎这句话。娘，我想回家了。届时，娘就是拼了一切，也定然派人去接你回来。你说他出什么事了？他死了。不可能！若真出事，王家为何不曾报丧？为何？不会的，去年年末我还收到了遗说的家书，他说他在天水一切都好，还说等他父王瑞来年年底述职回京，便一同回来省亲。 3个月前，他无意中发现王瑞豢养外室，争执间被王瑞失手推搡，后脑撞在墙上，当场就没了气息。我不信！许一若死后，王瑞对外宣称他是因病亡，一面扮演着深情，
一面却日日宿在外室的榻上。2个月前，我途经天水城时，遇见了魂魄徘徊不去的他，因执念太深，难入轮回，就这么不上不下的困于人世之间。江姑娘，你的意思是？他的魂魄，此刻就在这里。天地无极，乾坤界法，真形显现。出！你说，我的儿啊！江姑娘，江姑娘，沈氏，我求求你让我摸摸他，让我再实实在在的抱他一次，就一下就好。将此符佩戴在身上，可保你不被阴气侵蚀。许一书，给你半炷香的时间续话。娘，女儿错了，女儿当初不该一意孤行，不听您的劝阻，执意要嫁给那王瑞。不是娘错了，是娘没用，明知那天水城山高路远，却还是心软让你嫁了，是娘害了你啊！娘，请您一定要派人去，将女儿的遗体从那个肮脏的地方带回来，我不要留在王家的祖坟里。光是想想都觉得恶心。好，你放心，娘让你阿兄亲自去办这件事，一定带你回家。来人，立刻派人去寻老爷和少爷回府，就说家里出了天大的事。许一书魂魄不宜在外久滞，我要将它收入蛊笛之中。这只养魂笛能滋养他的魂魄，防止魂魄继续消散。好，一切都依姑娘所言。许夫人，我先告辞了。待贵府将许一说的遗体顺利运回，再遣人寻我。届时我为他做法事，助他魂归地府，重入轮回。适才多有失态，语气不好，还请江姑娘见谅。报仇就不必了，他已经付过了。在天水城时，用的是王瑞藏在书房地砖下的私彩。若寻我，可到礼部尚书府。礼部尚书府，江度生。礼部尚书府那位据说命带凶疾，自幼被寄养在佛寺的江家大小姐，原来是她。来人，夫人有何吩咐？去库房将那匹月光纱还有那套红宝石头面找出来，差人送到礼部尚书府，指明交给江大小姐。江大小姐，去办吧，仔细些，莫要张扬。是。姑娘，咱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确实，人多眼杂，不好动手。是你自己从他身上下来，还是我动手，把你从他身上打出来？看不出来啊，是个行家。大师，您就行好，高抬贵手，放我这一回呗。这人八字轻，我就是图个新鲜，借他的身子玩半个时辰，见识见识这长陵城的景观。玩够了，腻了，自然就走了，保证不伤他性命。好啊，我对鬼魂一向最宽宏大量了。
老实点。怎么回事？这人怎么突然倒了？是中邪了还是发病了？占了别人身子玩玩，你这玩法，代价是他的阳寿精气，玩够了他也该油尽灯枯了。是找个由头扔给官府，还是丢在这里自生自灭？这是怎么了？好浓郁的紫气，这煞气竟能压制我体内的凶煞。离死前师傅说的孽缘，莫非就是他？姑娘，这人方才还好好的，突然间就晕厥了过去。来人，将他扶到一旁阴凉处。有劳。既然如此，我便先行一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谢剑尘。世子，大夫说那男子元气有亏，才会突然昏厥，休养几日便可无恙。去查一下，方才那位姑娘是哪家府上的？是。说吧，姓甚名谁，怎么死的？为何要强占凡人躯壳？大师饶命啊！小的名叫王大壮，生前长得丑又穷，连女子的手都没碰过，好不容易死了，就想借个好看的皮囊玩半个时辰，看看风景就去投胎。就是刚才看到大师您生得太好看，心里痒痒，没忍住自己才出言不逊。这么说，并非有意作恶。对，我才上身半炷香，绝对不敢伤人。我可以为你施法，暂时塑造一个可供驱使的躯体，实现一道自行消散。期间不准伤人，不准惊吓妇孺，更不准再调戏女子。如有违背，便叫你尝尝魂飞魄散的滋味。谢谢大师，谢谢大师。但是你得替我去查一个人。大师，您是想让小的去打听那位谢公子的情况？大师，您莫非是瞧上人家了？你是不是想立刻再死一回？跟我回府，回去便替你减脂成型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方才打入你魂体内的是追魂符，任你逃到天涯海角，九幽黄泉，我也能将你揪回来。不敢，大师法力无边，小的打死也不敢跑啊。杜生，你回来了，你这去哪儿了？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娘是有件事儿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是关于和你指腹为婚的楚家燕昭，他和婉清不知怎的就情愫暗生，两情相悦了，所以你们是想让我主动将这门婚事让给他，是吗？不是让，是成全。杜生他们是真心相爱，强扭的瓜不甜。原来这叫成全。师父常说，我命带凶劫，这18载光阴看似安然，实则是向天借来的时间，而这代价，就是要我渡遍众生。这婚事送他又何妨？杜生，娘的乖女儿，是爹娘对不住你，你放心，娘一定会补偿你的。你想要什么，尽管跟娘说。我累了，那你好好歇着，
娘就先走了。去吧。大师，这脸怎么能比我那原身还要丑上3分？这走出去，别说吓哭小孩，连隔壁村的狗都得被我吓跑3条街。哦，算你倒霉。本大师现在心情欠佳，难免有失水准，你就暂且先将就着用。什么人啊，这是还大师呢，就知道欺负我这种没人疼没人爱的短命鬼。徐一叔，你说，可有什么法子能让我彻彻底底的脱离江家，嫁人除外？为何一定要离开呢？我愿意离寺下山，有部分原因是想看看这因果纠缠的家字之下，是否还有我半寸容身之地。如今看来，答案已经分明，万念纷杂，不可乱我心。若我当初能有你此刻半分清醒，看出那所谓良缘背后的虚妄与算计，当断则断，或许也不至于落得今日这般生死异乡的下场。江姑娘，你若真想脱离江家，又不想背负不孝忤逆的骂名，不被那些礼法俗之所诟病，你就得站得足够高，高到让江家女儿这个身份再也无法定义你、束缚你，甚至需要仰望你，高到让礼部尚书府都只能成为你身后的背景，而非头顶的穹盖。站得比尚书府还高。大小姐，夫人和二小姐过来了，已经到了院门口，请他们进来。杜生，这是你妹妹婉晴，身子刚好些，听说你应下了那件事，心里过意不去，非要亲自来谢谢你。姐姐，多谢你成全我和燕昭哥哥。五官确有3分相似，只是这面相，是我灵力至测，还是这长陵城藏龙卧虎？他的命格究竟被什么遮蔽了？杜生，二位还有什么事情吗？过几日长陵有个赏花宴，是郡主府办的，最是热闹雅致。娘想着带你一同去散散心，也好多认识些人。你妹妹也去，正好做个伴儿，姐妹俩也好多亲近亲近。如果你不想去也没关系。是啊，姐姐，那宴会可好玩了，还有从南方来的戏班子呢。好啊，去看看也无妨，正好弄明白这长陵城里我看不透的面相到底有多少。杜生啊，那到时候宴会上，若是有相熟的人家，或是哪位夫人问起你和燕昭的婚事，
你的意思是，如果有人问起，我便说是我自己体弱，又与佛法有缘，自觉配不上良人，故而主动提出，自愿将这门天作之合的姻缘让给了江婉晴，是这样吗？杜生，只有这样说，婉晴才不会落个抢夺嫡姐姻缘的坏名声啊。她还小，将来的路还长，名声若是坏了，一辈子就……为了保护小女儿的名声，就要大女儿编织谎言背下所有，偏心至此，多说无益。知道了。好孩子，晚上想吃什么？娘亲自下厨给你做，或者叫厨房炖点补身子的汤。你太瘦了。哪还需要用什么晚膳？看见你们二位，我已经饱了。二位若无事，就请回吧。我有些乏了，要歇歇。娘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冷冰冰的，说话还阴阳怪气。不许这么说，你姐姐她愿意把婚事让给你，你要记着她的好。他这样是在怨我，怨我这个当娘的偏心。没事，以后日子还长，娘会加倍补偿她的。我现在好像有些明白你为何执意要离开了。人心生来就有偏向，本不稀奇，10个手指上有长短，父母对子女也很难做到全然一碗水端平。可你母亲她这心偏的，未免也太过了。无所谓了，只是眼下身上银两尽缺，处处掣肘，实在不便。不行，得出去转转，看看这长陵城里有没有哪个傻子啊呸！看看有没有哪位与我佛有缘的有缘人，结个善缘，化点缘来试试。你且留在屋里，借着安魂香的余力，好生养养魂体，稳固根基。明日若有机会，再带你出去放风。这位姑娘，是想问姻缘，还是问前程啊？我都不问，我给你银子，我给你算一卦，若我算得不准，这银子白送于你，如何？哟，这倒是新鲜事儿。这姑娘说什么？她给算卦的银钱，她来算。这是谁家的姑娘？生得这般标致，莫不是个这里不太灵光？谁不知道这徐半仙儿在这儿摆了半年摊？这姑娘怕是要自讨没趣喽。也罢，老夫今日便与你结个善缘。姑娘既然有此雅兴，便请开口吧。若真算得准，老夫也认了。你额角日月角低陷，主父母缘薄。若我未曾看错，你应是在幼年，约莫7、8岁上下，便以父母双亲俱失。你眉淡且散，眉尾下搭，兄弟宫虽有牵连，却显疏离。你应尚有一位兄长在世，然你们兄弟2人早已分家另过，情分淡薄，甚至多年不曾往来。再看你妻妾宫，平坦无肉，且有隐约的横纹截断。你此生应是无妻无子，孤寡到老之相。小姑娘倒是打听得很清楚，老夫在此摆摊半年，这些陈年旧事我也与人说过，只要稍加打听就能打听出来。哦，街坊邻里连你命宫中那道显示35岁有一生死大劫，幸得贵人相助，方能化解的痕迹也清楚。你究竟是谁？你山根左侧有一颗机不可见的小黑痣，此乃客死异乡之兆。道长，你并非长陵城人士吧？而且，你故乡
应在西南方向，且进水。如何，老先生？我这一卦可还算得准？姑娘，不，仙师，方才是在下有眼无珠，冒犯了仙师，还请您千万海涵，大人不计，小人过。无妨，我并不是要与你为难，只是想借你这摊位一用。仙师您请，您尽管用，能用小老儿这摊子，是小老儿的造化。今日出临贵地，结个善缘，免费算一卦。哦，免费算卦，有意思。来，给小爷我批两句，就算小爷我今日运势如何，可有桃花运啊？子时楼台，当聚水声。姑娘，您府上在何处？在下有一位好友，家中近日出了些匪夷所思的怪事，便请高人都束手无策。若姑娘得闲，可否请您一步一关？明日午时我还会再来，届时你可带你那位好友过来。只不过明日解惑便要收费了。一定，明日在下必定携友前来。抱歉，明日恐怕还得借你的摊位一用。这个算作明日的租金。仙师，您这是折煞小老儿了。您能用这摊子，是小老儿的福分。这酒楼掌柜是旧时，不收钱，您千万别客气。只是仙师方才点破那客死异乡之兆，让小老儿心中难安，斗胆请教仙师，这劫难可有法子躲过去？西南300里是你生机所在，记住，明年开春后莫进大江大河，尤其要避开行船之事。如果他日遇到一片杏树林，不妨进去走走。若见到有人出滨抬棺，并非凶兆，反是你的造化，切记莫要回避。多谢仙师指点，仙师恩德，小老儿没齿难忘。愣着干什么？立刻让所有出去寻找大小姐的人全都回来！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夜之事，全都给我烂在肚子里。若是让我听到外面有半点风言风语，是。都下去吧。是。杜生，你去了何处？哟，这么热闹啊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院子里半夜唱大戏呢。不过深夜带着这么多人齐聚我这小院，不知是有什么大事。杜生，你去哪儿了？方才许家特意派人送来了厚礼，说是感谢你。东西我们都给你送来了，可你人却不在。你一个姑娘家，这么晚去哪儿了？还有，你什么时候识得了许家的人？你们来的正好，我啊，刚刚觉得月色不错，出去抓鬼了。二哥，世上真的有鬼吗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别听他胡说八道，装神弄鬼吓唬人罢了。他眼神平静，没有丝毫玩笑。许家突然送来谢礼，还有徐府今日的动静。好了，志恒，你妹妹胆子小，先带她回去歇息。杜生，过来，爹有话要问你。我累了，不想说。许家送我的东西放下，你们出去。父亲，时辰确实不早了，妹妹想必也奔波累了，有什么事，不如等明日大家都冷静些再说。是啊，夫君，杜生肯定累了，让他先歇着吧。有什么话，明日再说。
夫君，你说杜生他刚才说的，该不会是真的吧？他真的会抓鬼？大师，我查到了。大师您好眼光，那位谢公子来头大的吓人，他是国公府的世子爷，母亲是已故的永安长公主，当今上是他嫡亲舅舅。最重要的一点，这位谢世子至今尚未婚配。听说国公爷替他相看名门贵女，结果不是得怪病就是破相，定亲礼刚下，女方家祖宅就走水。护国寺高僧说了，这位世子爷命格特殊，身带极重煞气，寻常女子压不住，强行婚配有血光之灾。煞气带紫气，对我可是大补。可一个国公世子，身上怎会有与国运相连的紫薇之气？有点意思。世子。大师，您居然还养了别的鬼，那我算啥？这位鬼友有礼了，我叫许一硕。我叫王大壮。他这么好看，我却是个歪瓜裂枣的纸片子，这也太丢鬼了。今天这事儿办得不错，本大师心情尚可，兑现承诺，给你重新捡个身体。真的，谢谢大师。我要个俊朗的，像今天那位谢世子那样，稍微差一点点也行。大师，我不要当女子，我要当男子，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您怎么能给我捡个女子的身子？这样我以后怎么见鬼啊？你这鬼好生无理取闹！你生前不是自诩相貌丑陋娶不到媳妇儿，如今本大师大发慈悲给了你顶好的相貌，你还嫌弃？再说了，你这新身子走出去，保准比很多真女子还引人注目，有何不好？出去找外面守夜的丫鬟，就说你是我新来的贴身丫鬟，让他们准备热水，我要沐浴。哦。属下等奉命暗中查探那姑娘踪迹，但总感觉有东西遮挡，最后跟丢了，请世子责罚。哼，哦，连你们都能跟丢的人，看来他是真有些不寻常的本事。着人暗中留意长陵城之中眉心带有朱砂痣的年轻女子。是。世子，义彻公子来了，说有急事求见。让他进来。阿晨，阿晨，我跟你说，我今晚遇到一个女子，一个看面相的姑娘，她算得奇准无比，我觉着她说不准真能帮你看看。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你是没看见她那气度，清清冷冷的，说话跟念鸡语似的，每个字都砸在人心坎上。那徐半仙儿在她面前跟个老鼠似的，当时那场面简直绝了！我活这么大，第一次见这么硬核的姑娘。要是阿晨能得她相助，那煞气说不定真有救。坏了，我当时光顾着震惊，忘记问她姓甚名谁，府上何处了，只记得她说明日还会去那摊位。阿晨，你怎么了？难道你不信？一彻，你所说的那位姑娘，眉间是不是有一颗朱砂痣？你，谢晋晨，你什么时候偷偷学会算卦看相了？居然连这都知道！果然是他，
眉心朱砂，清冷如雪，却身怀异术。看来明日的挂摊，无论如何都要去一趟。奴婢小环，多谢大小姐救命之恩。我不喜人近身伺候，你平日只需负责院中洒扫，有事我自会唤你，无事不必进屋。下人们都说大小姐神神叨叨，脾气古怪，没想到竟给我这么大的清闲。是，奴婢明白了。大小姐，大公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杜生，这些你拿着，以后缺什么、短什么，或是想垫这些什么，直接跟大哥说。什么意思？不用，我自己有银子。没什么特别的意思，就当是大哥的一点心意。你刚回来，家里许多事让你受委屈了。你要出门，刚到长陵，许多地方不熟，我让几个稳妥的仆人跟着你。不必。对了，听闻你未来的妹夫今日要来府中下聘，这样的大日子，你这个做大哥的，不去前头帮着张罗张罗，瞧瞧热闹？杜生，你也是我的妹妹。去，远远跟着大小姐，务必确保她安全。若非必要，不要打扰，随时汇报行踪。是。后面跟了个蹩脚的尾巴，还是先甩掉再说。我只是想溜达熟悉一下新身体，怎么女子处事如此艰难？这纸人身子打出的拳头怎么跟欲拒还迎似的？大师，快救我啊！他们调戏我，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男啊，不，良家妇女啊！又来个更绝的，小美人儿，一个人啊，跟哥哥们去喝杯茶，听听曲儿如何？阿弥陀佛，诸位施主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欺辱弱女子是要下拔舌地狱的，勿造口业，勿行恶举。出家人，哈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看起来清冷高洁的出家人了。不知道撕开这层皮，里头是不是也跟摇鸟一样？臭娘们儿，敢动手！啊！我的手！阿弥陀佛，出家人慈悲为怀，但倘若施主听不懂佛经，我也略懂些拳脚功夫，或许能帮诸位开悟一二。大师，您太厉害了！走了。大小姐这身手
哪里需要人保护？真来了。瞧着比昨晚更不好亲近了。他身后那女子是谁？走路怪里怪气的。让开，都让开！没看见我家大小姐来了吗？急什么急？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不与傻子计较。仙师，您来了。今日只算3卦，在此也与诸位结个缘。我叫江渡生，渡生渡死，渡人渡鬼的渡。真的假的？好大的口气！渡生渡死，他以为他是观音菩萨吗？哼，怕不是个疯婆子吧？阿晨，快看，就是他，昨晚那个姑娘。这样的性子，还真是坦诚。这姑娘还挺不谦虚的。3卦，可问生死迷途，可解困厄疑难，可断未明之缘。现在开始。姑娘，你刚才说你能渡鬼？这面相绝非善类，且业障缠身。我家最近不太平，自从我那儿媳妇走了以后，家里就闹鬼，半夜总有女人哭声。大师，你能抓鬼吗？多少银子我都给。把你儿媳的生辰八字写给我。此八字显示命主乃自缢而亡，且是含冤负屈、怨气冲天之象，对吗？对，大仙，您真是神了。他是不是有什么心愿未了？怎么样才能让他安生啊？他并非有心愿未了，他是怨气难平，要带你们一起走。尤其是你。大师，您得救救我，救救我们全家呀！你额窄眉蹙，心胸狭隘，况高无肉，刻薄寡恩，法令纹深垂，最善诛心。你那儿媳生前怕是没少受你搓磨刁难，最终被你逼得走投无路，才一根麻绳了断了自己。我说的可对？你胡叫，血口喷人！我看你就是个装神弄鬼的骗子！想走？问过我家大小姐了吗？你可知道敢欠修道之人银子的后果？轻则霉运缠身，重则……那厉鬼说不定今晚就趴你床头跟你算账。多少？看你死期已现，命不久矣，这卦收你1000银子便好。大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以前糊涂对他不好，求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我吧，我还不想死啊！我度苍生苦劫，可惜独独不度恶人。这一卦已了，银钱放下，请吧。救救我们全家呀！大师，您说您渡人，那您能帮帮我吗？何事？我新月一位姑娘，两情相悦，可我娘嫌她家穷，怕拖累，以死相逼，坚决不允。我既不能违逆母亲，又不愿辜负所爱，心中煎熬。大师，我该如何是好？你如今以何为生？可有功名在身，或有一技之长，可傍身立业？在城西礼记书铺做抄写活计，前年考过童生，院试落底，除了识得几个字，
并无特别记忆。东南方向100里外，或有文书、账房之类职缺。待你经济稍宽，能独立支撑门户，不再全然仰赖父母鼻息时，再携真心与能力归家，与你母亲坦诚相商。届时，你已证明自己可担风雨，可养妻儿，他心中恐惧自会消减大半。多谢大师指点迷津，我明白了。此卦只收1文，剩下的就当我祝你早些如愿。待如愿那日，定请大师来吃酒。路在脚下，好自为之。移动的紫气以及钱袋子，终于来了。算什么？不算卦，但想请姑娘抓鬼。此处人多眼杂，不便细谈。不知姑娘可否移步到楼上雅间一叙？可以。今日3卦已毕，3日后我会再来。有心求解者，届时请早。江姑娘喜欢用些什么？有什么忌口的吗？不忌口。江姑娘，我想请你帮我找一个人的尸骨。谁的？抱歉，暂时不能告诉你。哦，那我也没法和一个连基本坦诚都做不到的人合作。不知逝者何人，不明前因后果，恕我无法接受这般不明不白的委托。好，但今日所言关乎重大，请姑娘务必守口如瓶。好。我要寻的是我娘的尸骨。你娘？你母亲的灵柩难道不该奉于皇陵之中，受皇室香火供奉吗？你是如何知道我娘的身份？只准你派人暗中尾随查探于我，就不准我派鬼稍稍了解一下你吗？没错，就是本鬼查的，厉害吧？这丫鬟竟是鬼！江姑娘见谅，派人探查实属无奈，事关重大，不得不谨慎，需确认姑娘并非对方派来的耳目。现在呢？你不是？我可以帮你寻你母亲的尸骨。多谢，需要什么，姑娘尽管开口。报酬方面，多少银子都可以。我不要银子，我要你每个月圆之夜准时到我的住处，与我在同一房间内待上1整夜。阿晨，你听见没有？他这是连名分都不打算给你啊！就要你每月去他府上同处一室。你可是堂堂国公府世子，岂能自甘堕落，做这等面首都不如之事？江姑娘，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。这具身体命带煞气，需借他身上精纯紫气中和平衡，尤其月圆阴盛之时，必须有他在旁方能安然度过。但这牵扯到自身弱点，岂能轻易告知一个尚在试探合作的陌生人？实不相瞒，我虽自幼长于佛寺，佛门讲究戒除贪嗔痴，我于其他诸戒或可守得，唯独于这色之一字上，6根未能清净，起了执念，犯了戒。许是自幼少见外人，一旦还俗入世，见这红尘繁华，锦绣人物，这点痴念便如野草滋生，难以遏制。尤其每月月圆之夜，阴气盛而心魔动，格外需要凝视世间至美之容颜，以慰藉心魔，平复妄念。寻常姿色效用不佳，须得如世子这般面如冠玉之容，方有镇定之效。故而只需世子每月15与我房中静坐1夜，
允我观安瞻即可。此乃治病需药，无关风月，世子不必多虑。若信了这番鬼话，谢晋臣3个字倒过来写。你这叫什么理由？看脸治病，还非得是阿晨的脸？我长得也不错啊，你怎么不找我看？大师这瞎编的功力绝了！江姑娘这病倒是别致得很。既然姑娘需要的是药，而非金银，这每月1夜的协定，是否该有些额外的保障？比如，姑娘是否也该证明，你确实有能力找到我想找的东西？她有所求，且在自己身上，这便是我谈判的底气。他不追问真假，敏锐察觉筹码，是个聪明人。可以。世子希望如何验证我的能力？很简单，3日后，你随我去一个地方，若你能解决那里的问题，我们的合作便按你提的条件开始。好，地点、时间。届时我会派人接姑娘。好。这家的糕点师傅手艺尚可，姑娘不妨尝尝。江大小姐在佛寺清修多年，为何突然决定下山还俗？和这些心思九曲十八环的聪明人打交道，真比直面厉鬼还要费时。谢世子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江家大小姐？自佛门归来，又恰好姓江，在这长林城内，符合这2点的，除了礼部尚书江大人府上那位自幼寄养寺中的嫡长女，谢某实在想不出第2人。江姑娘不吃了吗？谢世子，我不喜欢和聪明人一起用膳。江姑娘，我家世子命属下送来。世子还说，下一回他争取做个不怎么聪明的。大师，这我能吃吗？可以。好吃！大师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不回府吗？抓鬼啊！现在大白天的！你短命鬼，自己活腻了上得吊，关我们什么事？死了还不安生，天天闹！我告诉你，你再敢弄出动静吓唬我，我明天就去请金山寺的大师来，打得你魂飞魄散，永世不得超生！不知悔改。今日算卦时的恐惧，并未让他生出真正的忏悔。大师，咱们这是要帮着恶婆子收了他儿媳妇。食盒拿来。怎么了，大师？您不是说随我吃吗？饿了，垫垫肚子，等天黑。我那个，我都吃完了。王大壮，你很不错，你是第一个敢抢我东西吃完的鬼。大师，冤枉啊！是您自己说我可以吃的，您没说不能吃完啊！我让你吃，没让你吃完。
过来，天黑之前，你去里面盯着，看看那怨魂的状态，以及这家人的诚意。我去吃碗面。大师，我没有身体，现在是魂体，大白天的。拿着，能帮你遮掩些许阳气，撑到日落没问题。去吧，这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大师救命啊！吓死鬼了！里面的女鬼煞气冲天啊，眼睛血红的，我就多看了一眼，差点就真散了。别废话，捡要紧的说。大师，王婆子请了个半吊子道士，想镇尸封魂，把他困死，结果道士符画错了，埋的位置又冲了煞位，不仅没封住，反而把那女鬼的怨恨全激出来了。现在那屋子怨气浓得化不开，女鬼快化成厉鬼了。王婆子怕归怕，嘴里还在骂她儿媳妇是扫把星。你恨他们，是因为你曾信过情，盼过好，是因为你心里本是个会痛会爱的人。杀了他们很容易，但之后你的恨会消失吗？不会，它会变成更深的枷锁，锁住你自己。他们作恶自有因果孽报，阳间的牢狱、阴司的刑罚一样不会少。但你若亲手燃血，便是将你自己苦主的身份变成了与他们无异的凶徒。到了阎罗面前，你这一身苦楚反会成为你亲手造的杀孽受罚。我并非劝你放下仇恨，去你该去的地方，将你的冤屈、你的苦楚，完完整整呈于判官之前，让王家母子活着，在阳间受尽唾弃、恐惧、病痛和贫困的折磨。而你，清算完毕，卸下重担，可重入轮回，得一个干干净净的来世。这才是对你而言最干净的报酬。选择在你。你若仍执意要此刻了结他们，我也不会再阻。他们真的会有报应。王婆子印堂死灰之气已凝结不散，不出半月必遭病恶缠身，受尽折磨，呕血而亡。此乃他平生口业与恶行反噬，无人可救。至于王富贵，他眼泛灼黄，山根断折，泪淌黑线。往后神志渐昏，嗜酒如狂，不出半载必醉死于阴沟污渠之中，尸身难全。好，真好，这样就够了。我不要他们立刻死，我还要他们活着受罪，慢慢还，然后再去下头接着还。大师，送我去该去的地方吧。这辈子太苦了，若有下辈子，我不要大富大贵，只求爹娘慈爱，家庭美满，平安顺遂。好，闭上眼睛。李秀娘，以此门为界，前尘旧怨，皆留此案。等等，此物无大用，仅是一点心意，带着它，愿你来世如这桃木逢春，得遇暖阳，枝繁叶茂。李秀娘，前路已尽，去吧。大师，您真善良。这样啊，那善良的我，现在也顺手送你下去，如何？不要啊，大师，使不得，我还没玩够呢。这花花世界，
我还没给您当牛做马报答恩情呢，让我再留几天，就几天。杜生，正巧来为你引荐一下，这位是纯公王府的楚世子，也是婉晴未来的郎婿。这张脸与婉晴有3分相似，气质却截然不同，视我如无物，倒是与传闻中怯懦的江家大小姐大相径庭。燕昭勿怪，杜生他刚回府不久，许多规矩还在熟悉，若有失礼之处，我代他向你赔不是。无害，将来都是一家人。姐姐，方才在门口见着楚世子了。姐姐留步，我有几句提己话想跟姐姐说。今日燕昭哥哥前来下聘，府里上下都很欢喜。这桩婚事虽是阴差阳错，但如今既已定下，便是关乎我们江家女儿生育的大事。姐姐才回府，或许不知长陵城人多口杂，妹妹别无他意，只是希望姐姐日后寻常遇见能稍稍避忌些，尽量莫要与燕昭哥哥单独接触，以免惹人非议。毕竟姐姐方从佛门归来，若是惹出闲话，也徒惹父亲母亲烦心。姐姐能明白我的顾虑吗？江婉晴，你好像搞错了一件事。第一，这婚事不是阴差阳错，是你们抢去的。我对你们费尽心思抢去的东西没兴趣，更没兴趣碰，所以让开，你挡着我回去的路了。你站住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谁抢了？我和燕昭哥哥。好狗不挡道。你粗俗。好狗不挡道，这样够文雅不粗俗了吧？能听懂了吗？能让开了吗？放心，你那未来夫婿在我眼里跟路边的石头没什么区别。不过抢来的石头可得看紧了，毕竟能被轻易抢走的未必是什么好东西，也未必真就属于你。大小姐，许夫人过府来了，夫人请您去前厅见客。知道了。大师，大师，带上我呗，我也想去看看热闹。进去吧。多谢大师。杜生不愧是自幼受佛法熏陶的，这通身的气度沉静安然，言行举止更是妥帖得当。依我看啊，许多所谓的大家贵女，怕是都比不上这份从容呢。许夫人过奖了，杜生刚从寺里回来，许多规矩还在学，当不得如此夸赞。江姑娘来了。许夫人。江夫人，说来不好意思，我一见杜生这丫头就觉得格外投缘，心里喜欢得紧。不知今日可否请杜生去我们府上坐坐，说说话，也用顿便饭。是啊，我一见许夫人也觉得无比亲切。既然许夫人盛情，杜生也愿意，那便去吧。只是杜生刚回来，若有礼数不周之处，还望夫人多包涵。江夫人放心，我定把杜生当自家孩子看。
那咱们这就走吧，马车就在外面。江姑娘，实在抱歉，冒昧前来，又以这般借口将你请出府。无妨。可是许一硕之事有了进展。是，一硕的兄长前日连夜兼程，已将他的尸骨运回了长陵。另外，大理寺那边已将王睿从任上所拿，马不停蹄地押解回京，眼下就关在大理寺狱中。而王睿自被抓获起，便矢口否认杀妻，他只承认自己豢养外室，被遗硕发现后发生争执，但他坚称遗硕是当时气急攻心，突发心急而亡。他因害怕我们许家追究前程尽毁，才一时糊涂，对外谎称遗硕未去世。他坚称自己绝非故意杀人，只喊冤枉。原本我们想请最好的仵作仔细验看遗硕的遗体，希望能找到铁证，可谁曾想那天水城地处南方，气候本就潮湿，遗硕的遗体竟已大半腐化，只剩下一具骨骸。大理寺的仵作已仔细查验过那具骨骸，回报说骨骸完好，未见任何明显外力所致的痕迹。从骨相上看，死者生前似乎并未遭受足以致死的严重外伤。尸骨无外伤？对，遗硕明明是枉死，王睿那畜生也承认了争执，可骨骸上偏偏找不到对应的伤痕，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，这具骨骸究竟是不是遗硕的？可仵作推断，那骨骸的主人是位年轻女子，年龄与遗硕去世时完全吻合。有意思。许夫人，可否带我去看看那具骨骸？那骨骸如今作为重要证物，正存放在大理寺的殓房中，由专人看管，等候复审。外人怕是不便轻易查看。既是关键证物，存疑之处更需理清。我有办法查验一些常人难以察觉的痕迹。好，我让我家老爷想办法安排。只是大理寺规矩森严，可能需要些时间打点。无妨，我可以等。到时候顺带会一会那位坚称自己冤枉的王睿。姑娘是说，骸骨或许能欺瞒仵作的验尸刀，证词或许能蒙蔽堂上官员的耳目，但活人心中有鬼，真话未必藏得住。好，我这就去安排，争取能让姑娘见上那畜生一面。江姑娘，有劳久候。在下已与大理寺少期交涉妥当，可拨出半个时辰，运姑娘前往临房查验。半个时辰足矣。只是那位少卿严明，为事公正，防止节外生枝，他需亲自陪同前往，全程在场，怕是会扰了姑娘清静。无妨，有人在场见证，再好不过。马车已备在侧门，姑娘请随我来。姑娘，抱歉。少卿大人有令，只允江姑娘一人随我入内，还请在外稍候。你在外边候着。谢剑尘，这位世子爷怎么哪儿都有他，还偏偏是大理寺少卿。这种被恶鬼缠上的感觉，在这森冷之地竟格外鲜明。江姑娘，又见面了，真是巧了。阿晨，江姑娘，你们认识？认识。不认识。
南巡，江姑娘，请。不必了。骨笛至色，毫无共鸣。魂体对自身遗骨应有的牵连与悲痛，在这里丝毫感受不到。这不是许一书。王瑞那畜生，他竟敢用一具不知从何而来的骨骸冒充遗书埋在衣冠冢里，他到底把遗书的真正尸身弄到哪里去了？少卿大人，我现在可以去见见王瑞吗？可以。这白衣女子是谁？为何她站在这无主之地，竟让我觉得比面对刑具还要心慌？许兄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遗书的死信，可我当真没有杀他呀。那日我们为外史之事争执，我一时情急推搡了他一下，谁成想他竟突然捂住心口倒下去，没了气息。你既说他突发心急死于内室，当时情景想必记忆犹新了。是。那你告诉我，许一书生前可曾有过任何心疾病史？可曾长期服用护心丸药？若有，你作为夫君定也知晓；若无，这突发心病从何谈起？这或许是他自己也不知道的隐疾。好，即便是有无人知晓的隐疾，那我再问你，突发心疾从发作到身亡，其间痛苦异常，声响必不会小。你当时就在他身侧，他倒下前可曾发出痛呼？可曾有五心翻滚之状？我当时吓坏了，记不清了。王瑞，你可知人死之后，若魂魄不安，怨念凝聚，会如何？他会徘徊不去，带着死前的恐惧、不解，还有对你浓烈的恨。他会一直跟着你，看着你如何用谎话欺骗他的亲人，看着你与新人欢好，看着你夜夜是否能够安眠。妖言惑众，这世上哪有鬼？没有吗？一书，真的是你。鬼啊！别过来！你别过来！不是我害你的。王瑞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日在徐府后园的梨花树下，你拦住我弟尸爬，紧张的手心全是汗。我王瑞对你一见倾心，此生非你不娶。若得你为妻，必珍之重之，爱之护之，此生绝不相负。后来，你三书六礼，郑重求娶，在我父母面前，你跪得笔直。你当时清清楚楚地说：“我王瑞在此对天起誓，此生唯有一说一妻，绝不纳妾，绝无二心。若违此事，叫我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”王瑞，你告诉我，那天打雷劈不得好死的报应何时才来？对不起，遗卓，对不起啊，我真的没想杀你，那一推我只是气疯了，我没想让你死，我该死，我混账！畜生！那我妹妹真正的尸身，你到底埋在哪里了？在我府中院子里那棵梨树下，我怕事情败露，找了个病死的年轻女子，给了钱，把尸骨
埋进一硕墓里冒充他。少卿大人，凶手供认不讳，杀人过程、掩盖手段、真尸下落均已明细，此案可否了结？好凌厉的手段，不费一兵一卒，单凭一具魂骨和一道障眼法的雷符，便彻底击溃嫌犯的心理防链。这女子的底牌究竟还有多少？人证物证俱全，供述清晰，自当了解。本官即刻安排人手，前往天水城找回许一安的骨骸。王瑞数罪并罚，必按律严惩，绝不姑息。江姑娘，可否让一硕跟我回府？许一地些魂体虚弱，需在敌中静养。待你们寻回遗骸，妥善安葬，了却尘世执念时，再唤我前往。届时，我可助他与家人做最后告别，送他安心往生。多谢姑娘，待寻回妹妹遗骸，必第一时间告知。阿兄，别难过，凶手伏法，我心已安。你们要好好保重。若无事，我便告辞了。江姑娘，我们之间3日后的约定就此作废。经过今日，你的能力我已亲眼所见，毋庸置疑。忙了一上午，想必也耗费心神。不知江姑娘可否赏脸，一起吃顿便饭？他主动示好取消试探，显然已认可了这份价值。有大理寺少卿的庇护，好。南巡，振作些，处理好后面的事，别让二老再受刺激。我明白，今日谢了。江姑娘，大恩铭记于心。您既与阿晨有约，我便先行一步。江姑娘，你才回长陵不久，此地人多眼杂，若被人瞧见你我同行，恐有碍姑娘清誉，是否需要？世子多虑了，我行事但求问心无愧，若因畏惧人言，便裹足不前，遮遮掩掩，反倒落了下乘。旁人如何看如何说，与我何干？好一个问心无愧！长陵城里的贵女，哪个不是被规矩礼教束缚的死死的？她倒是活得通透自然。江姑娘豁达。剑尘，这么巧，这位是江姑娘。你哪位？江姑娘，这位是纯亲王府的楚燕昭，楚世子。燕昭，听闻你已去江家纳采提亲，那这位江姑娘，按理当是你未来的姐姐。哦，原来是楚世子，昨夜见过，怪不得有些眼熟。昨夜光看他眉眼处气韵纠缠，忘记看他生的何模样了。无妨，见臣与江姑娘这事，燕昭，抱歉，我们时间有些紧，就先失陪了。自然，二位请便。谢近臣此人疏离静静，尤其对女子更是刻意保持距离。这位江大小姐能让他另眼相看，甚至并肩同行，有意思。大师，门口撞见那小白脸，就那个什么楚世子，我看他看您的眼神，可不像带着什么好意。面上笑得跟朵花似的，底下指不定藏着什么算计，假模假样的。跟在我身边才几日，都学会看人面相断人吉凶了。那不是近朱者赤，近大师者眼亮嘛，天天耳濡目染的，小的这纸糊的眼珠子也得擦亮点不是？请。
看看有没有什么想吃的，随意即可。多点一份给他。好，其中这几样分量备得足些，再另备一副碗筷。你倒是心善。那日他举止轻佻，换了旁人，即便不打得他魂飞魄散，也该施以惩戒。你不仅留他在身边，还顾及他这点口腹之愿。他居然能看出我是那日的鬼！你能看得见鬼魂，不是依靠法术显形，而是天生目力异于常人，能窥阴阳，还是另有依凭？看得见，有时起，便能偶尔看见一些常人看不见的影子和形迹。起初不明所以，颇受困扰，甚至险些被误认为患有异者，心智有损。后来遇见一位云游四方的高人，他与我这串念珠，言其可镇守魂神，安魄定志。佩戴之后，虽依然可见，但他们多数会主动避开我，倒也清静了不少。可否一观？确实是好东西，以温和的纯阳灵力萦绕你周身，形成一层无形的屏障。寻常阴魂本能不许此气，自会远离。炼制此物，并刻下这些符文之人，不仅道行精深，更深谙中和之道，用心颇为巧妙。难怪许一硕现身之时，你虽有亚色，却无寻常人应有的惊惧慌乱，原是早已见怪不怪。你的诚意，我感受到了。现在可以开始说正事了。想必我母亲的身份，你已有所耳闻，我便不再多说。我母亲产后缠绵病榻，不过数年便香消玉殒。此事明面记载，长公主医治葬入皇陵。然而，经过我多方查证，方得知当年送入皇陵的，并非我母亲真正的遗体。那盗走你母亲遗体之人是谁？是我父亲。他暗中调换了我母亲的遗体，将真身藏匿了起来。而皇陵之中，只是一具精心准备的替代品。谢国公，皇家秘事，知道越多，死得越快。我只需知道委托内容和目标即可。你母亲的生辰八字可有？最好是精确到时辰。昆玉南清，离火引宗。你母亲的遗骨不在北地，卦象与灵犀所指，皆在南方，而且其气机藏匿极深，有强大的外力或特殊地势遮掩，隔绝天机探查。你父亲当年怕是请了高人布置，绝非随意掩埋。要找到确切位置，仅凭八字推算远远不够。确实，这些年我从未停过追查。我曾7次遣出身边最顶尖的暗卫，沿着父亲南下的路线暗中尾随。可每一次他们即将触碰到那片地域的边界时，就会被无形的屏障阻隔。有时是山林间骤然涌出的浓雾，我的人会在某个河湾突然失神片刻，待清醒时，父亲的踪迹便如同被凭空抹去，干净的仿佛他从未来过。此事有你。怎么了？此事很急吗？急也不急，我已等了10数年，不差这几日。好，那你再等2个月，待我从江家脱离出来之后，便陪你走一趟南方。脱离江家，原以为他会筹谋争夺，未曾料到他的歧路竟如此干脆利落。好。
不合口味？不是，只是每次一到月圆之夜，胃口便会莫名变差。晨起时还好，过了午时更甚。今日是15，那我今晚早些过去。不错，觉悟颇高，懂得体恤同伴。谢世子，就冲你这眼力见，哪日若不想当这劳什子世子了，应付那些繁文缛节、人心鬼域了，我们南禅寺的后山门倒是可以考虑为你开上一开。出家，青灯古佛，敲木鱼。江姑娘说笑了，既然胃口不佳，这些点心可还勉强能用些，或者我让人换些更清淡的汤羹。不用了。时辰不早，我该回去了。我让护卫驾马车送你回去。多谢。大小姐，您回来了，老爷和夫人正在花厅等您。带路。杜生，你回来啦？可用过晚膳了？要不要让厨房再备些？哼，一天天不着府，就知道往外跑，像什么样子？啊，有事说事，没事我可不是专程过来听训的。反了你了！杜生刚回长陵，出去走走看看无妨。日后出门多带些人，免得爹娘担心。老爷消消气。对了，明日是永宁郡主府赏花宴，帖子早送来了，娘让人给你裁了新衣，待会儿送到你院里，明日穿戴得体些。好。站住！你妹妹和楚世子的婚事已经正式定下，明日赏花宴，长陵有头有脸的人家都会去。你去了，该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莫要丢了江家脸面，更不要节外生枝。孽障！你看看他这副目无尊长的模样，夜半翻墙出府，如今更是这般态度，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爹？大小姐，小环，去给我找2床被褥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可以了，下去吧。今晚无论听到什么动静，不必过来，夫人送东西来收下即可，不必唤我。是。大师，您这么看着小的，有何吩咐？过2日，等许家寻回许仪硕遗骸，了却执念，我便送他入轮回。你呢？你的执念是什么？想报仇？有牵挂？还是不想走？要不，趁这次机会，和他一起走，黄泉路上有个伴。不要！大师，您不能赶我走。我很有用的，您让我再多伺候您几天吧。要不我去替您吓唬您那个妹妹，让她夜夜做噩梦；或者我去您父亲书房吹几口阴气，让她难受难受。松开！别扯没用的。你真正的执念到底是什么？我就是个短命鬼，生前没作恶也没积德，稀里糊涂死了。我最大的执念就是不甘心，我想再活久一点，看看世间热闹，尝尝没吃过的好东西，哪怕是现在这样子。当然，如果能帮到大师更好了。大师法力高强，跟着您肯定有热闹看。这执念倒也纯粹的可笑。行吧，等我从江家脱离之后，
身边确实缺个打理杂物的管事。不过，鬼魂之体长期滞留阳间，依附纸人终非长久之计，与你魂魄有损。我可以，大师，选我机灵，端茶送水，跑腿传话，我啥都能干。您就让我再玩几个月。行了，别嚎丧了，我还没死呢。去，让人给我烧些热水来。好嘞，大师您稍等，小的这就去，保准水温恰到好处。天煞之气越来越压不住了。这谢金晨这狗东西，不是说会早些过来吗？现在都什么时辰了？怎么才来？亥时3刻，我以为这算早了。你坐那么远，是觉得隔空就能治病吗？是我思虑不周。你怎么了？他身上的紫气竟然能压制阴寒煞气，想过它管用，没想过这么管用。你过来。我要怎么帮你？你把手伸出来。好病，像千年寒玉。紫气镇煞，外煞引渡，他身上的煞气反哺了我的本源。怎么样？可有好转？若是不行，你要恩将仇报。我是怕自己命格中自带的煞气，贸然接触，恐将煞气过度给你，反令你更添苦楚。就你体内那点煞气，进来就被我体内的……糟了，一不留神说漏嘴了。你体内也有煞气，且每逢月圆便会如此发作。江姑娘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知道我身上有煞气。你每月15让我过来，根本不是为了看什么莫须有的病，而是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借我这股气来的，对吗？不然呢？谢世子难道以为我真是闲得发慌，每月15找你来看星星看月亮？你命带紫薇，贵气天成，却又煞气缠身，阴阳交织，乃是世间罕见的镇煞之体。恰好我体内也有些不太听话的东西，每月须得借你几分贵气镇一镇。你我各取所需，互利互惠。之前说看脸治病，可没说谎。你这张脸，连带你这身命格气运，确实能治我的病。放心，对你无害。你这紫气源于命格，生生不息，借我些许镇压阴煞，于你而言，或许还能减轻些煞气孤客之相，算是互益。至于你身上的煞气，全当我心善，顺手替你驱除了。他根本就是一只早就盯上我这颗人形药材，步步为营，就等着月圆之夜采摘。不过，这种基于明确需求和能力交换的关系，比那些虚无缥缈的算计更让我觉得可控。谢世子，更深路重，男女大防，你就将就将就，在这脚踏上凑合一晚吧。好一个男女大防，江姑娘都这般体恤了，谢某岂敢不从？谢晋晨是故意把被褥给我盖回来的，报复我让他睡脚踏，还是单纯怕我在着凉？以内人心眼多的程度，前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些。大小姐，您醒了吗？夫人遣了赵嬷嬷过来，说是要为您梳妆打扮，待会儿好去永宁郡主府的赏花宴。让她进来吧。老奴给大小姐请安，夫人命老奴来伺候大小姐梳妆。有劳。
长陵城的贵女，老奴也算见过不少，可大小姐这般容貌气度，竟似天上明月，半点不输他们。走吧。哎呀，杜生，你这一打扮起来，娘都快认不出来了，真是不输长陵城任何一家的贵女。过誉了。娘，您就只知道夸姐姐。女儿今日这身衣裳头面可是挑了许久，您都还没仔细看呢。瞧你这孩子，还吃起味儿来了。我们婉清当然也是顶顶好的，这身樱粉色最衬你，娘看着就欢喜。走吧。好了，快走吧，别误了时辰。素雅、杜生，哎呀，这便是江大小姐吧？真是好模样，这通身的气派，竟比画上的人儿还标致。可曾读过什么书，习过什么字？回夫人，自幼长于佛寺，不曾读过四书五经、女诫女训。日常翻阅最多便是佛宗典籍，闲暇时也看些抓鬼画舞、风水看局的杂书。抓鬼画符，差点忘了，这江大小姐是命格孤煞才被送去佛寺。江大小姐当真是性情独特，有趣的紧。你在看什么？你能看到我？既已身世，为何滞留阳间，不去往该去之处？我叫孟雪嫣，家父乃国子监司时孟清溪。孟姑娘，你是如何亡故的？说来怕姑娘笑话，我是自己从城外的落霞崖跳下去的。跳崖自尽？看着孟雪嫣的魂魄澄净，并无戾气怨念，不像是含冤负屈或被逼至绝路的样子，反而有种哀伤与惘然。江姑娘，我死后到处游走，偶尔能听到一些游魂地语。他们说，这世间有一些真正有本事的大师，心怀慈悲，会帮助迷途的亡魂了却执念，重入轮回。你能帮帮我吗？我并非贪恋尘世，只是心中有惑未解，有怨未了，无法安心离去。可以，你暂且跟在我身边，待此间事了再细说。多谢江姑娘，雪嫣感激不尽。他在跟谁说话？这道符保你免受阳光腐蚀，跟上。江姑娘，好巧。又是他，真烦。今日园中姹紫嫣红，贵女们无不精心打扮，唯有她一身清冷月白，不施粉黛，仿佛独立于这喧闹红尘之外。你哪位？第二次了。若说昨日酒楼初遇尚可理解，可今日特意换了一身显眼装束，主动招呼，他竟又来一次。他分明记得，偏要做出这般无视的姿态，绝对是故意的。江姑娘真是贵人多忘事，不过能成为第一个让姑娘记不住容貌的人，倒也是楚某的荣幸。那楚某便再自我介绍一次。
在下楚彦昭，家父乃纯亲王，昨日在酒楼与姑娘和近臣曾有一面之缘。哦，江姑娘留步。姑娘与谢世子似乎颇为相熟。楚世子有这般闲情逸致，操心我与谢世子熟与不熟，不如多花些心思想想，该如何去哄哄我那位妹妹吧。杜生，你去哪儿了？眼看就要开宴了，莫要再走远。赵嬷嬷，去将二小姐寻回来，别误了时辰。是。你看，那便是我娘亲曾嫣然。此人面相本属和善明理，福禄平顺，然而此刻代表子女的宫位暗淡无光，隐有断折之象，夫妻宫更是晦暗不明，隐显裂痕，近来必有剧烈争吵，且源头似乎也与子女之事脱不开干系。永宁郡主、昭华县主驾到！诸位不必多礼，快快请起。江夫人，这位便是刚从佛寺归来的江大小姐吧？果然气质出尘，不同凡响。郡主谬赞了，杜生，快上前见过郡主。江杜生，见过郡主。哟，到底是佛寺里清静惯了，不懂咱们长陵城的规矩。见了郡主殿下，就这般点头了事儿。江夫人，您这掌家理事是一把好手，怎的教导女儿礼数上？礼在心诚，不在虚行。佛前叩首万千，未必是真恭敬；人前弯折了脊梁，也未必是真尊重。我观夫人面相，家宅本应丰足，然眉间川字纹深锁，近期忧思惊惧过甚。鼻翼右侧蓝檀位引见赤丝，恐有财物暗损，或为亲近之人所累。眼角尖门色质，肤星不稳，非外因，乃内耗。与其操心他人礼数周全与否，不若先理顺家中账目，宽解心怀。火气太盛，伤身也伤人。啊！你胡言乱语什么？简直不知所谓！好了好了，不过些许小节，江小姐快人快语，倒是爽落。今日赏花为主，何必拘泥虚礼？江夫人，您这女儿颇有几分率真呢。谢郡主宽容。江姑娘，王夫人素来睚眦必报，若她在王御史耳边吹风，怕是对江大人不利。无妨，左右我看我那便宜爹也挺不顺眼的，他若因此头疼，我或许还能得些清静。姐姐，方才你与燕昭哥哥在那边说了些什么？咦，你竟没被他三言两语哄住，还跑来问我，比我想象中的倒是聪明了一点点。姐姐，我与燕昭哥哥婚约已定，还望姐姐往后疏远些，免得徒增是非。那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你还是挺蠢的。你看在你我尚有一丝血缘牵扯的份上，提点你一句，趁早与你那燕昭哥哥退了亲事，他绝非良配。我就知道，你突然回来没安好心，你就是觊觎燕昭哥哥。你休想，
我告诉娘亲去。我佛慈悲，却渡不了蠢货。江二小姐对楚世子用情颇深，您这般直言，她怕是会怨恨于您。由她去，执迷不悟，即将自食其果。我的提醒只说一次。说起来，今儿这园子里的姑娘们，一个个真是花团锦簇。江夫人，您府上2位千金更是出挑，尤其是江大小姐这般品貌气度，从前竟藏在佛寺，真是可惜了。想必如今上门提亲的门槛儿都要被踏破了吧？哎呦，瞧我这记性，忽然想起一桩旧闻来。好些年前，江大小姐与醇亲王世子是不是还指腹为婚来着？当时可是传为美谈呢。只可惜后来，唉，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喽。王夫人说笑了，那都是长辈们酒后的戏言，当不得真。戏言，我可是记得真真的。当年江老爷子与老王爷交好，酒后指着说要结亲，多少人都听见了。对了，听说当时还交换了玉佩来着。怎么，江大小姐离京久了，这桩事便不作数了？这姐姐的婚事倒让妹妹成了去，也是缘分奇妙，佳话一桩啊。王夫人，您似乎对旁人的陈年故事格外上心。不过是闲聊罢了，江大小姐莫要介意。不介意，只是觉得夫人您的记性似乎时好时坏。记得住别人家10数年前的酒后戏言，却记不清我方才提醒夫人理清家宅，静心凝神。看来夫人此刻心火虚浮，肝气蕴结于目，怕是晚间又要多梦惊悸了。至于您说的姐姐的婚事妹妹成了，此言大妙。姻缘天定，人事纠葛，个人有个人的缘法。旧日一句戏言，如同春日落花，风过无痕。有人执着于拾取早已零落成泥的残瓣，还以为是珍宝。更何况我自幼长于佛前，聆听的是佛法梵音，见惯的是青灯古卷，心中所求早已非红尘俗世之小情小爱。王夫人以己度人，用后宅妇人的心思揣度于我，未免太小看我了，也小看了佛法。说得好，江小姐心性通透，见识不凡，果然非常人。旧事已矣，未来可期。今日赏花宴，只谈风月，不论其他。来，诸位尝尝这道新贡的蜜酿。江姑娘，您这般怕是彻底将王夫人得罪狠了。还有二小姐她债多了不愁，况且有些人有些事不是躲就能清净的。